你傻不傻呀？上来飞一个花式项。昨天我在下棋的时候，我边上的大爷呀，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，吓了我一哆嗦。其实这话呀，表面上看起来是骂他呢，其实呀，真的是为他好。那什么是花式项？为什么不能飞花式项呢？这士和象啊，岔劈着支的，那就是花式项，它错着棱子呢。如果您这个象飞正了，这就叫做正式项，可就没毛病了。那为什么说不能飞花式项呢？这花式项啊，太怕炮了。咱们简单的看一眼当前盘面，身为黑方来说，肯定在想一件事情，我就剩下一个车一个卒了，这棋我想赢棋没戏啊。所以最好的结果呢，就是一个和棋。最好我把车拿下去，您呀也把炮拿下去，不就和棋了吗？您是单车难破十项全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，这红方陈炮一将军金身立刻就破了。您落象，然后呢把大鼻子一宰，这棋黑方可就输定了。可能现在呀还会有人说，您这炮的位置太好了，在棋盘的右侧可能就没这事儿了。那在棋盘的右侧呀也是一样的，红方陈炮一将军，您是飞象呢还是落士，真的是无所谓。对于黑方来说，您这士的作用跟老件啊是一样的，因为您丢了老件是输棋，这丢了士啊照样也是输棋，所以士跟老件的价值完全是一样的。那您落士直接把士一敲，破了金身了，还是输棋。那说现在黑方飞象行不行啊？您飞象也是无所谓，我呢平车站位，这统车将军当时就死棋，您无论怎么解杀都无所谓。比如说黑方补士，那红方统一将，这底士照样丢啊。所以说这么走的话，黑方依然是和不了。既然说在左边不行，在右边不行，那这炮在中间搁着行不行啊？其实在中间搁着那就更厉害了，直接平车站位，不是标准的铁门栓吗？您黑方退车可都来不及，谁让你飞花式项的？这底象可挡着你的车路呢，直接统车将军绝杀无解。咱们此时啊再来换一个想法，如果当时黑方的士象它是正的，刚开始是不是这样？那红方捅底炮还有用吗？这黑方就有机会拉回去防守了。所以说正式项的防守作用远远大于这个花式项。那说这个炮在棋盘的右侧还行不行啊？您红方捅底炮，黑方呢可以平车捉炮，或者退车跟着你也行啊，是吧？所以说红方捅底炮就没有将军的先手了。那比如说红方的炮已经在中间了，行不行啊？那您平车站位，我好歹呀能退底车了。您想将死我，那可早着贺呢。这棋呀得下到明天早上。现在聪明的您呀，可能想到了一件事情，哎呦，这花式象啊太怕炮了，证明我飞哪边的象，我肯定啊得补哪边的士，要不然不就是花式象了吗？但是我一补士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我确定了自己的将门方向，确定了我哪边是前身，哪边是后背，那这件事可是大事啊。那我究竟应该飞哪边的象，补哪边的士呢？给您呀举一个小例子，一下您就明白了。比如说红方呢是以士角炮开局，那黑方往前一冲，这红方跳正马呀可就不合适了，这马跳起来它不活跃呀，咱们找谁去啊？所以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跳边马，黑方还架中炮，准备以后炮击中兵。那红方跳马，黑方跳马，这问题可就交给您了。咱们再补中炮肯定不合适啊，这炮中间打一顿错，再补中炮那肯定不行。迟迟早早咱们得补象，那补哪个象比较合适呢？可能啊现在会有人说，我飞一个象3进5好像是不错的，以后我还能走车进平3，然后往前撞兵，这车出的多快呀！如果现在红方选择飞象，那黑方肯定会出车啊。
现在局一平三行不行啊？人家进局直接就挑双了。比如说红方平炮，那么黑方跳马，这红方出车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啊永远没有局一平三的权利了。咱们一局一平三，这边马不就是没人管的孩子了吗？这个小马啊就是妈宝马了，得让大局啊看自己一辈子。那局一平三，人家直接进局挑双，这俩哥们必定少一个呀。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黑方占优势了。咱们呀得把这个眼光往前看，光看脚底下肯定不行啊。有人冲咱们扔麻雷子，咱们都不知道，但是也不能考虑忒远。说咱俩相亲刚一握手，我连孩子的名叫什么我都想好了，那也想得忒远去了。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，既然说红方是不想飞象三进五的，这小马就成为了妈宝马，我的大局得看他一辈子呀。所以早早晚晚咱们得飞一个象七进五。那咱们飞完了这个象，肯定以后得补这个式啊，我不可能补这个式。自己呢是一个花式象，就连居九平六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留，那对自己也忒狠气了。所以说以后肯定得补成这种形状。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自己的右车还没调过去呢，这孤零零的一个人肯定不合适啊。所以现在红方当务之急干什么呀？可以选择一步拉横车，我先把车啊调过去再说。此时黑方选择出车，那么红方平车站肋，黑方跳了一步边马，咱们红方该走啥走啥呗，继续选择补士，确定自己的将门方向。黑方进车齐合，先把大车出来再说。那红方呢也进车齐合，准备把车往过杀。此时黑方飞象，那么红方飞象，这个阵型啊可是堪称完美。现在轮到黑方走棋了，比如说黑方平炮，那么红方出车，黑方出车，这红方走的也忒舒服了。现在自己是阵型协调，子子生根，好歹是我没毛病了，我开始给你挑毛病了。现在黑方有没有阵型弱点呀？您这边象飞的好像是不咋地，您这小炮也是没有跟的，干脆进车是不是先手夺炮？那你黑方把炮闪开，我呢点炮下二路，准备以后白吃白喝你的小马。那这么走起来，黑方可就有罪受了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棋理开玩笑啊！但是有的时候眼光太远也是不行。我小的时候还想当县长呢，现在不是也没当上吗？是不是？再给大家举一个有趣的小例子，怎么逼着对方飞一个花式象呢？比如说红方啊是以当头炮开局，那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跳了一个曲头平伏马。此时红方往前一冲，黑方往前一撞，红方进炮过河。现在问题啊可就交给了黑方，您是补象七进五呢，还是飞象三进五呢？如果黑方啊飞象三进五，那我可就开心了，直接把炮往过一敲。这手打卒啊可是一招四用的好棋。说这四个作用到底是啥呀？首先我吃掉你一个卒，我都装兜里了，是不是啊？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？我的炮压住了你的马。这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呢？我的炮给自己的小马呀生了一个根。这第四个作用就是我的炮呢瞄着你的底象。所以黑方不会傻了吧唧飞一个象三进五的，他会走什么呀？他会飞一招象七进五。所以说这个红方的进炮啊走早了，好像不合适。那现在红方呢可以阴他一手棋，比如说红方跳边马，当你补士以后，我呢再进炮过河，就跟刚才呀完全不一样了。您黑方飞哪个象现在都特别的别扭。比如说您飞一个象七进五，那是标准的花式象啊，以后车一平四的权利可都没有了。但是您飞象三进五也是不合适，我的小炮往过一敲，照样是一招四用的好棋。这问题啊还是在黑方这里。
以后我出局先手捉炮，那您受不了吧？那比如说黑方上马，红方拉横车，黑方平车站位，红方的平车站位。现在身为红方来说，好像有一个阵型弱点，您这三路兵可没有根呀。那黑方进车齐合，这可咋弄啊？杀过来直接就挑双了。但是红方一切都来得及，直接进车过来跟你对决。那你黑方此时把车一吃，红方往上一踩，问题呀还是在黑方这里。以后让我给你堵上，他肯定受不了啊。所以黑方只能先行进炮。我这个炮瞄着你的底下，简直是太厉害了。这红方啊可以果断往前一冲，我借你俩胆你也不敢飞啊。如果黑方此时把兵一飞，这小炮不就白吃白喝了吗？毕竟我的炮瞄着你的底象呢，对吧？所以您这个象啊是不敢飞兵的。以后红方准备干什么呀？准备以后上马了，不仅给你的车呢打了一个隔断，这边吃着炮，以后还准备平炮打车，就这手活啊肯定受不了。那您说黑方还能走什么呀？是不是没办法，只能先把车拎起来了？您拎在哪儿啊也是个询问。比如说您走到这儿了，那此时红方跳马，黑方往上一踩，红方倒着打车，这炮打着车，您跑了，小炮可就丢了。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。跟您最后啊再白活几句，这炮瞄着底上的威力啊简直是太大了。您黑方把车长起来肯定也是不合适的。那比如说黑方把车往起提，好像是先手捉马呢，行不行啊？走一个最简单的，我红方退马是先手踩车，那您把车闪开，我呢再往前一冲。咱们此时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身为红方来说那可太爽了，自己这些子儿啊全都是活子儿，就连鞭马我都活了。而你黑方呢确实没得走了，这俩哥们被我拉住了，有点半身不遂。那您这俩哥们动弹不了，这个哥们也动弹不了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。更多棋理啊，咱们留着下期视频跟您接着聊。点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视频更精彩。